新浪娱乐的网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肖战。其实当时是用了接近1个月左右的时间去走出上一个角色，然后紧接着就是马不停蹄的训练，就是针对于诛仙的。其实那个时候就进入到一段新的工作里面，其实你就自然而然的会投入到新的工作里面，所以我没有说要刻意的去转换角色之间的落差，就自然而然的投入下一份工作就好了。所以出戏用了1个多月，入戏用了多久？入戏就很快啊，因为电影其实怎么说呢，它给演员的时间更多吧，就是它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帮助你怎么去更准确的找到角色。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这2个角色当中有相似的地方，就是有他们命运之处，有相似的点，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感叹一嘴，就是为什么2个人都有这么坎坷的一些经历啊。就是呆呆傻傻张小凡，我觉得我行吗？因为我刚结束了一个机灵鬼的这样一个角色，然后呆呆傻傻，我不太确定。但是小东导演见到我第一眼就说：“你就演你自己就好了。”然后我就想，哎，这是在说我呆呆傻傻吗？所以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吧。小凡他的那种可爱跟上一个那个角色的可爱点也不太一样了。我觉得他们之间，小凡是那种特别单纯，就是真傻，就是没有任何心机，然后对待每一个人都是拿自己的真心出来交换。其实我当时演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后期入魔会比较难，因为那个度不知道在哪儿。但是当《陈情令》上映之后，我好像觉得说，好像前期的那种单纯，然后乐天，其实好像更难，因为你展现在荧幕前的时候，如果表演的不太好，就会有一种用力过猛；但如果你那个点又不够的话，就会显得很平淡。所以我觉得，好像说最贴近于生活，然后最自然的，反而是更难的。所以入魔好像对比起来没有这么的难。有的时候演的时候，因为入魔会比较难，然后看了《神情令》之后，可能观众的评价会觉得前期更难。对，然后自己也反省一下自己，会觉得说，好像前面现在想想好像更难。那场也是拍了很多条，然后也非常冷那天，然后也是刮大风，然后风沙。我那天是拍到后面，我眼睛不行了，就是因为吹到我眼睛有点睁不开了，所以小东导演是觉得说，好了，够了，其实我们也有抓到我们想要的了。其实每一条的感觉其实都不太一样，就是每一条多少，然后过，或者是说，其实都是导演他在把控每一条不一样的感觉。其实你要说准备的话，我觉得还好。我会在房车上面去因为当时我们那个休息的地方，因为在山里面，所以就是给大家准备了房车。然后在那个房车上面，因为外面很冷嘛，就在房车上面，我会让他们把空调都关掉，就是我要习惯跟外面一样的温度，不然你在房车上面很暖和，然后一下车你会瞬间忘记你自己是谁。所以这是我遇到重场戏我会做的事情，就是，虽然可能没有外面风这么大，但是我至少要让自己的身体适应外面的温度，就以至于我打开车门不会让我就蒙圈儿。没有经验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其实看了一些动图，然后跟一些片段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在想，哇，你要是叫我现在再突然去拍这一场，我估计我演不过那个时候的自己。就那个时候也是时间的积累和你进入那个角色的状态吧。可能那段时间真的就是已经融入到那个角色里面了，因为那个片段也是最后拍的，就是接近杀青的时候。我觉得有一场挺好玩的，就是丧养虫那一段，然后师兄弟把我抬起来扔到那个炼丹炉里面，我觉得那一段还挺好玩的。然后还有让我很难忘的就是最后的时候，
跟田灵儿、跟师姐，然后师姐把我唤醒我的心智的那一段，我觉得那一段还挺感人的。然后还有一段就是，我觉得还有2段吧，还有一段是跟那个陆雪琪，然后偷看陆雪琪出场的时候，然后还有一段是碧瑶偷我烧火棍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几段都还挺好玩的，对对对，有裸上身。我会犹豫的点是因为说我太瘦了，我怕大家看到之后观感不好。但是，其实当时是有为了小凡，其实是有增加自己的体重的，因为还是想，包括导演也会觉得说憨憨傻傻的更贴近于小凡，所以那段时间在饮食上没有怎么控制。我也不知道现在拍出来会怎么样，请大家多多谅解吧。如果觉得我太瘦的话。所以那段时间体重达到了多少？那段时间嘛，130多一点吧。我觉得遗憾的部分就是有被风吹到，被风沙吹到，我眼睛有点睁不开。但是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啊，因为在大荧幕上，任何一点小的缺憾都会被放大，所以我觉得，但是我当时确实也是身体已经累积到那个程度了，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遗憾，我当时尽力了。所以现在眼睛还好。我现在眼睛其实好很多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古装其实拍摄环境，比较艰辛一点，就是风沙比较大，然后古装又喜欢放一些烟饼啊，然后鼓风机呀、风沙呀，因为为了营造一些效果，所以其实在所难免。我会啊，我会看啊。就说你之前演的电视你都全看了吗？那倒没有。就比如说哪个没看？这么残忍吗？就是反正就是我会挑着看，但是你前期就是也演了一些搞笑的剧嘛，就虽然那片子会比较沙雕，但是你自己演的特别好呀。啊？真的呀？不好，黑历史。但是我觉得，无所谓，都是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嘛，大家也能看到我的进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演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心态？当时演的时候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是谁，我在哪儿，我在干什么。狼殿下吧，为什么是那个？就是第一次以一个主演的身份，然后走完了一个电视剧的全程，从开机第1天到了杀青最后1天，然后工作体量也是到当时为止经历过最大的，然后也跟很专业的演员合作，然后大家都对我帮助了很多，当然有啊，就还好啊，其实就是正常人而已，也不是什么灵气啊，没有捧杀。所以那部戏你是有全看吗？没有，因为到后面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有其他工作穿插进来了，所以导致我没有全部看完。但是我会选一些我觉得当时拍的时候我觉得重场的戏，然后去看。我觉得张小凡带给我的也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难忘的一个经历吧。首先它是电影，然后其次我经历了电影的拍摄节奏，再其次拍摄的过程确实是比较辛苦，算是我经历过最辛苦的了。也像那个庆庆说的，就是经历过这个之后无所畏惧。所以你相信就是所有的辛苦都会有回报这句话？我相信，但是现实很残酷，所以做好自己呗。就是万万没想到，这真是命运的安排。其实我还挺害怕的，因为这个电影嘛，大家都知道很直接，然后很现实，然后很残忍，所以那没办法啊，对吧？他已经到这儿了，我就努力做好我自己呗。如果没有很好的反响，那我之后会更加努力。如果还不错，那我那段时间的努力，谢谢你们也看到了。那你会更看重口碑还是票房？我2个都要。好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我是觉得说，口碑在我心里面会更重要一点。但是如果我这么说，我就会被
你懂，制片方的老板们给一顿抽嘛，什么票房我们也要，所以就是两头都抓吧啊！因为我觉得几个月的艰苦付出，为了什么呢？演员其实还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们这段时间的付出没有白费吧。所以那就要9月13号去看《诛仙》了。其实我觉得张小凡他身上就是我对平凡的定义。其实有时候我会羡慕他，非常真诚，非常的单纯。他的眉宇之间是小孩儿，他的那种心性，所以我其实还挺羡慕他的。尽力让自己平凡，我指的是心态。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心态上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我实话实说，当然你不可否认，生活确实起了变化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有更多的机会，所以就还是得清醒一点，就是慎重。不会啊，这有什么好可惜的？我觉得演员的生命力在于作品。所以你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？就是拍好作品。我不希望是昙花一现。所以你对好作品是如何去评估的？如果按照我自己的评估的话，首先是我感兴趣，我有冲劲儿想去演，我热爱这个角色，我热爱这个剧本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评估。当然会有一些非常专业的同事们来帮我去做一个更加专业的分析，所以我会两者结合。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市井一点的，就是生活气比较重一点的，它比较活。其实我不太喜欢一个完美人设，完美人设在我这里是不行，因为我没有信心可以，因为我不完美，我觉得我不完美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去演好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角色，意味着要更努力的活着。因为我觉得红了带来的压力，其实我觉得现在还好，现在刚刚起步，不要捧杀我。我是觉得说，当然有更多人关注你，所以就是更加努力呗。就是每天收工回去都得让酒店的工作人员帮我开门，这是我觉得还蛮困扰我的事情，就是因为会有一些喜欢我的朋友们会在那儿等我哈。首先我是其实挺感动的，因为这么晚，有时候我也很晚收工，大家都还在。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理智一点。开学了，然后大家就回去好好上课，然后该工作的呢也好好工作。当然，我相信之后会有更加安全、更加官方的一些场合，我们可以更好的见面。看你给3腿就跑，其实真的很心疼。其实那不是心疼我，而是心疼他们，因为走不动了。其实我很早就想说这个事情，因为走不动了，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住店的客人，然后他们不往前走，因为后面会有人把我往前挤。如果我被后面的人挤到，我怕我前面的人跌倒，因为他们在往后退，所以我就一看旁边有条小路，我就赶紧先溜。我怕就是大家就是会发生一些不安全的行为，